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开始这个围棋入门的下册咱们这个教程啊，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从入门到基础、初级、中级到高级。我本来我想把这个话题啊留到这个咱们漫谈里面说的，但是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就是说好消息，是吧？这个后面我要把咱们所要计划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入门啊，这咱们是下册了。那下册完之后呢，对应的就是赵志勋的初级讲座啊，使用的教材呢就是赵志勋的这个一套系列的由简入深的这么一个初级的内容。大概有9本书，这个咱们在网上也可以买到，可是价格非常的贵。一册的书的话，它标价我印象中好像是20多吧。印刷非常的精美，非常精美。现在卖可能也不便宜，这个书可能它降价降的很少，打折打的很少。印刷非常精美，可以说是日本原版的那个正规的印刷是由这个中国邮电出版社引进的。书的纸也是那种轻纸，拿在手里一点都不沉。题目呢很简单，所以你要是说这个比较这个富裕的话，是吧？你买这个书我觉得是合适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印刷虽然非常好，但是它不是很接版面，书很厚，但是它的那个题目啊，就是一篇一道题。那这是赵志勋。那么赵志勋之后呢，咱们紧跟其后的就是李沧浩精讲死活和手筋这部分。那这部分内容呢，相当于一个中级偏中级稍微下一点的那么个水平。总共是12本书啊，从李沧浩讲死活题和手筋题。那这个书的内容呢，就是它那个拉的档非常的明显，就前面的3册比如说你死活题的前3册还是比较这个接近于初级可是呢，等到它后3册的时候啊，就明显的拉高了，大概是在1段以上了。就是我说的1段都是成人组啊，我可不是说幼儿组，我历来说话我都不说幼儿组的啊，这样便于分开。那成人组跟幼儿组的区别在哪儿呢？大概是成人的1段相当于幼儿的2到3段之间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成人的1段在野狐上是应该在3段偏弱一点，野狐3偏弱一点那这是他的这个书。那如果把这个李沧浩这个手筋和死活咱们把它讲完以后啊，你的水平大概就是在成人的这个2段，接近2段或者1段，可能应该是1段吧，因为毕竟光是听我讲这个死活手筋可能还不太够，是吧？那么后面又是一个加深的内容，就是这个李沧浩的21世纪讲座。这个书名字挺大，但实际上它那个就是题，大量的题。我这个题啊，我总共看过2-3遍，大概是2遍吧。题目很简单，对我来说很简单，但是可能对于业余成人组的业余的2段来说呢，正好够用啊，正好够用。他那个书呢，你把这个书整个刷下一遍呢，基本能到页3啊，标准的页3，甚至还能稍微好一点，就这么个水平。那这个呢，就基本上就完成了咱们整个的这个教学的我想的这个计划啊。那也就是说呢，它后面的等待大家的还有3套书啊，这3套书那咱们要讲起来这个时间就可就长了，我也不知道会讲到什么时候啊。是否会中断我也不知道。那你就是说大家就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更新那好吧，这是咱们要说的内容。也就是说咱们最后呢如果能我不断更的话，那大家呢如果还能够也是坚持不懈坚持的跟着我把它看完的话，一定会到成人组的3段成人组3段大概什么概念呢？在野狐你是至少应该能摸到5摸到5是差不多的，没有问题的。
那好一好能不能到6我就不知道了啊，大概就是野狐5是肯定能站住是吧？好吧，咱们现在先看第一道题啊。第一道题的内容是这样的，就是说打劫，题目叫打劫。它是这样，这是这么个棋形，这是这样是吧？那当白棋打上来的时候，黑棋啊，通常来说是不能下成鱼形是吧？一定要走成一个结的形状，这样富有弹性。那然后呢，白棋要提劫了。围棋的规则就是这样的，当你提完劫以后呢，不能马上再提回来。这个劫的概念呢，其实是引用于佛家的这个术语，以前我不知道是吧？我相信很多即使围棋高手恐怕他都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什么是劫呢？这个劫原先我最早以为是打劫就是那个强盗是吧？土匪抢钱，是这个劫，它实际不是这个含义。它这个劫呀，就是佛家用语这个劫就是时间的意思，就是非常长的时间。没有间断，它老长了。那你像这个不就是这样吗？你如果俩人这不停的提来提去的，那就没头没尾了，对吧？那这个就没法终局了。那你提到地老天荒，所以呢，就规则是就这么说的，就是你这个当对方提完了以后，你不能马上再提回来啊，你必须在别的地方下一手棋啊。那如果对方呢，这个地方他觉得他这个劫可以暂时不用。我不用补，那他跟着你硬，那你再提回来，这可以。如果对方这个选择权就在对方手里了，如果他觉得这个劫很重要，好，他选择把它粘上，那个就把这劫就消掉了。这就是围棋里所谓打劫的这个规则。好了，那这个棋呢，就是说黑棋不能往上走，走一个，再走一个，我这时候才能提回来啊，这就是打劫。那下面呢，它就是给一些小例题，咱们看一看啊。我们看看这4个题呢，它就是说让黑棋啊做成一个打劫的形状。按照以前咱们说那个思维就不对了。比如说这个棋如果选择粘，那就不是劫了，是吧？它就让你做成劫，那咱就是这个就做成劫，这也是一样的。那你如果说这个棋粘上，那就不符合要求啊，它就是要求你做成个劫。那这个呢，就得是主动的往里扑劫了。扑劫，就是往里送，做成一个结的形状。这个呢也是，它不粘，它选择做成结。我们再来看看这4道题，这4道题呢，这个也是黑棋啊，如果粘上就不是结了，做成打结的形状。这个呢，走在这里可以形成一个结。那这个呢，需要主动的往里扑，这个呢，走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结。好，我们再来看这4道题啊。那这四道题呢，首先看上面这个吧。这个呢就是黑棋主动扑劫，就扑在这里。这个呢，就是主动的扑劫，扑在这里，做成劫。这个呢也是走到这里形成一个大结。这个呢扑在这里，这样形成大结。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老说成人组，那成人组，比如说你像我说的到最后了，咱们这个课程完全下来，包括就是到最后那一套书下来，那咱们是成人的强业3啊，我的认为是大概能到强业3，那相当于儿童的什么水平呢？强业3呢，在野狐上应该能占到这个野狐的5或者接近于6。在少儿这个列表里面我看过啊，大概是在这个小孩的业余5段而且还是个标准的业余5段。因为咱们知道啊，野狐的这个段位啊，在跟小孩的这个比赛是完全对应的，甚至可能要比小孩那还要结实结实不少，应该是吧？也就是说，那你到了野狐5了，那你肯定是儿童组的这个强业5，儿童组强业5。好，我们再来看看这4道题。首先看上面这道是吧？黑棋呢，走在这里打劫，
那这个呢，走在这里打劫，那这个呢，哎，走在这里，还有一个我要说明一点，就是有人会说了，就是说有学生家长会问，那你这课那么老长时间是吧？你光讲这个这个围棋入门曹云炫这一个书是吧？曹云炫、李章浩围棋教室，你就讲了快有这是第多少？第14堂课了，那还有接近一半的课是吧？入门才算讲完，那花了将近是小30堂课了才讲完。那你这也太慢了吧？其实我告诉大家啊，就是说，你看那个越是这个所谓速成啊，那都是骗人的。我告诉你，围棋是没有所谓速成这个说法的，因为你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东西，你不可能把它再压缩了。你再压缩了，那学生肯定会就像那个囫囵吞枣，是吧？根本就是说很多东西啊，它都没有完全的这个熟练的过程，你必须有做大量的题。那你跟着我，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在做题时间。那做题时间是不能省略的，你光讲个理论概念是没有用的。那很多的时候，你看，你比如说家长带着小孩去上课的时候就是这样，老师来了就打保票，说你这个课我1周是吧，我就给你讲到什么一段去，那都胡扯，那绝对不可能的。以前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那个挺有名的这个就是机构吧，连锁的围棋机构。那就是这么说嘛，他说我这个1周课，我能到什么什么水平，那是不可能的啊，那都是骗人。老师的水平可能连1段都到不了，他也敢跟人讲，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所以不要相信那个。这个围棋啊是很吃功夫的，它需要时间但是呢，它也不骗人。你比如说，你花了多少钱，多少时间的这个时间用在棋上，你就会有多少收获。除非你这个走的路不对你比如说没遇着一个好的这个指导，就是一味的浪费时间了，那你进步不了。那只要是你这个路对的话，它花多少时间就会有多大的功效，是吧？好了，最后这个题呢，是黑棋啊，走在这里开解。所以呢，咱们这个课呢，就是给这个入门啊，从零开始准备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很少啊，比如说你在网上能看到这种完整的从零基础一直到叶3标准的我还说是标准的，那说强叶3，成人组强叶3这个过程，这种课程，几乎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是说能够用心坚持着跟着我把这个完完整整的学一遍的话，那一定是收获巨大，远比上那个所谓的学校去学还要有收获。但关键就是看你能不能一直跟住，是吧？好了，那这个题呢，咱们继续先看上面这道题。那黑棋想做活就是硬往里走，这个棋白棋接不住，所以它只能是跟你打劫这是个接不归。这个也是要想做活，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打劫这个呢，黑棋要想杀对方呢，也得往里继续扑劫，这就看出这个打劫呀它的作用，是吧？这个棋呢，黑棋要想回家，只能是怎么样呢？走这个，是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这4道题。这4道题呢，首先我们看左上角，也是黑棋现在面临打劫，所以必须先提一手棋，然后白棋去找劫财。如果说劫财不够大，黑棋觉得这个更大，黑棋把这个就消掉，就可以提掉这个那如果说对方找了更大劫财了，那白棋就得提回来，黑棋再去找劫财，这就是双方一个打劫。再看上面这个呢就是黑棋提子，这个形成一个打劫。这个呢，黑棋提在这里，就正好是又是一个劫。这个呢，黑棋可以提在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组题，先看上面这个，黑棋要打劫就这个这个呢，黑棋走在这里，是吧？这个也是黑棋要下在这里，这个呢，黑棋走在这里。我们再看最后一组题，都是
找怎么去打劫。黑棋提在这里，黑棋提在这里，这是提劫了。上面这个呢，这仨子正在被吃上，所以这个黑棋应该选择提在这里。那这个呢，这仨子也面临着一个劫争提劫。这个呢，黑棋可以走在这里提劫。好了，这就是咱们今天全部的关于打劫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就只能到这里了。好，谢谢大家观看。